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方玲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和你们聊聊的题目是：你所有的才能都不会被埋没荒废，全部都会有他们的舞台去展现。为什么它不会被荒废埋没呢？这就牵扯到平行世界的问题。因为你不只有一个你自己，你有很多个你自己，在不同的平行世界各自过他们自己的人生。这些平行世界的自己就很像白纸重叠在一起，然后从高维往下看，好像是一张白纸，因为他们重叠在一起，数量有无限，然后他们都做着同样的事情。比如说此时此刻他都坐在电视机前面，也就是跟你同样的位置重叠在一起，互相却又看不见对方。也许你此刻突然间觉得口很渴，想要出去买饮料，但是你因为手边上有一些事情要做，你就想等做完手边的事情再出去买饮料。你这么想的时候，隔壁平行世界的你就已经出去买饮料了。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产生分裂呢？是因为你当下真的口很渴，你也很想马上去买饮料，是你用意志力推迟这件事情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手边的工作做完，我才要去买饮料。不然其实你也很想马上去买饮料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选择题。只要有选择题，就一定会产生分裂，就会分出两个平行世界，然后你就选一个平行世界。假设你选择坚持做完手边的工作再去买饮料，好，20分钟过去了，你做完手边的工作，你准备去买饮料，你隔壁平行世界的你自己已经买完饮料回来，坐在客厅看电视喝饮料。你和他差在哪里？如果单就买饮料这件事情，你们两个差了20分钟，那如果你往深层去思考的话，你能看到什么？买饮料这件事情，两个平行世界都做了，只是时间顺序不一样而已。所以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，你是不会落下的，只是时间快跟时间慢。所以人生重大的事件，所有的平行世界都一样，都会发生，时间顺序不一样。光是时间顺序不一样，就是一个平行世界。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分裂平行世界，其实不是分裂，因为他们都是重叠在一起，等到做出不同的选择的时候，看似分出去，其实它早已存在，并且重叠在一起，数量有无限。无限就是不止几百亿个，不止几千兆个，数之不尽，无限。因为他们都做着同样的选择，都坐在同样的位置，做着同样的行为。你从高维往下看是一个，等到你遇到了选择题的时候，这个选择题有2个选项，然后它就会分出2个。其实它分出去的时候，每一个都是无限。比如说它的无限有100兆个好了，举个例子，然后你遇到的选择题2个选项，那100兆个一定有一些选 A， 有一些选 B， 然后你以为它只是分裂2个，其实那2个都是一大群。A 是一大群选 A 的无限你自己， B 是一大群选 B 的无限你自己。结果到下一个选择题，他们又分出去了，每分出去每一个都是无限。我们是无限多个自己，所以你的才能全部都会有它的舞台，只是不是这一个你去实现，是另外一个你去实现。平行世界的你跟现在这个你有什么分别？你们还没有分出去之前，你们有一模一样的过去，一模一样的历史，因为你们都做同样的行为，同样的选择题，所以你们有一模一样的过去。等到选择题做不同的选择分出去之后，你们是不同的剧本，不同的未来，不同的可能性的。所以它跟你，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你，你们是同一个巨大灵魂分出去无数的小灵魂，你是其中一个小灵魂，
然后因为是同一个灵魂分出去的，每一个都好像很像同卵双胞胎一样，但是双胞胎毕竟不是同一个人啊，只是长得像而已，但是不是同一个人啊，所以你附近平行世界的你自己，严格来说它只是你的不同版本、不同可能性，但是它不是你，你还是过好这个你自己比较重要，你不要去管其他的你。不过平行世界的自己会互相影响，像水波传导效应，因为平行世界有无数个，所以这个你会影响附近的你，但是比较远的你，就像水波传导效应，它就会影响比较微弱，离你更远的平行世界就影响更微弱，最后接近于零，那是更遥远的平行世界。赛斯说，所有平行世界的自己们，他们的能力、才能都可以互相利用。所以你有10项才能，可是你只选1项才能当你的职业，另外9项只是隐藏在你里面，并不是说你就没有了。你如果改变心意，想要去换你的才能，还是可以的，只是你需要时间慢慢磨练，它才会出来变成你的了。所以所有平行世界的自己的能力都可以互相借用，因为你们是同一个 DNA， 同一个细胞，只是灵魂不一样，其他全部都一样，就连脾气个性都一模一样哦。因为其实你的个性、你的脾气都不是真正的你自己，所以可以复制。然后这附近的你自己的脾气、个性都跟你一模一样，因为你的脾气不是你自己，你的个性不是你自己，你的喜怒哀乐，就连你的意识都不是你自己。除了灵魂是你自己之外，其他全部都不是你自己，所以都可以复制。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被所有你能想到的美好画面、美好可能性，只要你想得到，它都必然存在。我们无法想象无法存在的东西，你只要想得到，它都必然存在，只是它跟你频率不一样，不在你这个平行世界，它在其他的平行世界。所以你想要成为亿万富翁好了，这个可能性是有的，但是离现在的你差太远了，所以你要去努力，你就是跟他调频啊。观想很重要，你观想的时候，你会产生画面、感受、情绪，然后它会提高你的振动频率，甚至那个感受你要记得多久就记得多久，那个感受会传导到你的潜意识，你的潜意识就会传达到你的高层意识，也就是你的高我。你的高我接收到了，它就会去着手安排你的人生规划。我们肉身小我的主要工作是活在这个物质世界，体会这个物质世界的当下。你的未来是你更高意识的你自己来安排的，所以我们想未来的人生大纲，不要想太细，想太细未来都会有变数，然后就失败了。你只要想个雏形就好了。最主要是你要跟你的高我沟通，然后把你的感受传达给你的高我，用想象力和你的感受，然后传达给你的高我，你的高我接收到，他就会去规划。上面的灵魂，也就是超灵，它分出个体灵，个体灵也很巨大哦。然后它在上面高维度，它如果想要到人间去投胎的话，个体灵还要再分裂，分出物质心智跟高层心智。物质心智就是这个人类的意识，高层心智就是你的高我。我们冥想的话是在调频来跟高我沟通接触。最后一句话送给你们，也是赛斯讲的，任何念头都不可能死去，任何才能也都不可能被荒废。我是方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